精灵一觉醒来，去摸自己放在床边的头饰，手摸了半天没摸到，于是直接上脚，刚把头饰勾住，舅舅就突然出现在了房间里。话说你的外套该还给他了吧？傲娇精灵脸红的抱着外套，这已经是属于他的东西了，一辈子都不会还的。于是舅舅二话不说，用魔法将精灵靠在了床上，不给是吧？那他就自己动手扒。但是有了魔法的禁锢又好难脱。精灵提议，既然如此，解开魔法怎么样？舅舅说对哦，然后被挣脱束缚的精灵一拳正中打脸，旋转跳跃，闭着眼的飞了出去。结果下手太重，打得舅舅不省人事。发现自己闯祸的精灵给舅舅包扎好之后，光束溜走。舅舅和静雯吐槽精灵太过分，最后舅舅也没拿回外套，不过对方给了他一条裙子，轻飘飘的，他又穿不了。如果有女性友人的话就好了。于是藤宫就被迫穿上了这件漂亮的精灵服。舅舅不禁怀念起了异世界那个精灵，那他也试着穿一下好了。大家给舅舅的翻译技能取名为万能画手。藤宫今天大学还有事儿，来了一会儿就急匆匆的走了。舅舅用做视频赚来的钱又买了一个游戏。说实话，他能在异世界里生存下去，还要多亏了游戏。说着，舅舅给静雯看了在异世界冒险队伍合作击退哥布林的事。画面亮起，冒险者正在组队疯狂殴打舅舅。这个合作是不是有点太硬核了？快进到舅舅以德服人结束战斗。队里的魔法师艾莉西亚认出舅舅是过年时候被村里当成半兽人喊打的倒霉蛋，当然最后都被舅舅反杀了。艾莉西亚的小队接从哥布林手里保护村庄的任务，希望舅舅能帮助他们。舅舅二话不说答应了。哥布林大军正在通过悬崖朝村庄进发，舅舅按照游戏里的招式，先把哥布林勾引到身边，然后试图用大招戳死，然而根本不能命中。气喘吁吁的舅舅一气之下砍碎了山头，这才把哥布林们全都压死了。在这之后，他们去村里领赏，和小队的关系也变得好起来。静雯欣慰不已，舅舅这不是有着好同伴的吗？艾莉西亚问舅舅，是不是他把封印都市的结界补好的？那天他碰巧目睹了全过程。舅舅一听到这里，立刻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问他有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得到没有的回答后，舅舅二话不说给全员施加了遗忘魔法。然而他们之间的缘分还不止于此，舅舅照例被当成兽人，先是被打，然后反杀的老套开局，甚至连对话都是一样的。艾莉西亚小队正在讨伐古老祠堂里的魔物，一听说魔物是一个像人一样的刺猬，舅舅满脑子都是刺猬索尼克，大呼不能打倒他，魔物不会无缘无故的袭击人类，肯定有什么原因的。说着，舅舅一回头就对上了刺猬魔物，根本不是什么索尼克，就是只普通的大刺猬而已。舅舅大失所望，不过他的翻译技能也点亮了魔物语，他试图和刺猬沟通，问他为什么袭击人类，是生命受到了威胁，还是为了保护幼崽和家人？结果刺猬张口就是他喜欢看人类受伤挣扎的样子，虐杀人类让他感到开心，是个坏种，彻底没救了。舅舅一发地狱业火把方圆10里都烧成了灰。解决了魔物，舅舅问小队知不知道这一带的勇者在哪。突然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藤宫走前忘记带手机了，于是舅舅带着静雯飞到藤宫的大学给他送手机。静雯很快在人群中找到了藤宫，不过对方正被一个看上去就不良的红毛搂着，而藤宫也是一脸的不情愿。舅舅自然不会干预小年轻之间的事，让静雯自己去解决，还顺便给精灵们打了个电话，拜托他们照顾一下侄子。这一下得到精灵加护的静雯也能和舅舅一样使用魔法了，虽然时限只有1小时，静雯要去确定对方是不是正经人，如果是的话就轮不到他插嘴，如果是人渣就直接毁灭。藤宫正应付着拉他去海边的红毛，气势汹汹的静雯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藤宫吓了一跳，而红毛也不善的盯着静雯。静雯仔细观察红毛后愣住了，这不是藤宫的弟弟千秋吗？一晃眼都这么大了，你能想象吗？小时候超可爱的正太居然长残成了这样，别看他长得着急，其实他小学4年级。藤宫之前和千秋提过舅舅，舅舅自信满满的自我介绍，结果两人之间的代沟实在太大，舅舅和千秋在一旁纠缠。藤宫问静雯刚开始气势汹汹是怎么了，静雯以为藤宫交了男朋友，一想到藤宫被人用花言巧语骗了，他就血压升高，所以才迫不及待的赶过来。静雯将两人一起隐身，制造出幻影之后，带着藤宫飞到了楼上。他向舅舅借来了魔法，而且还用得非常顺手，毕竟作为一个中二少年，他时常会幻想怎样在现代使用魔法。魔法最致命的就是咏唱时间，不管威力多高，只要在用出来之前被击中了就没有意义，所以一般的精灵魔法只要在脑内联想效果，然后用最短的单词咏唱。说起来小的时候也有这么一次，藤宫被高年级的人欺负，静雯冲进来救他的事，于是静雯摁着藤宫的脑袋投屏了那段记忆，原来不是什么藤宫被高年级欺负，而是他跑去欺负高年级，静雯完全搞错了情况。不过藤宫很高兴，因为不管什么时候静雯都会赶过来救他。静雯当场红了脸，什么？你这个木头终于开窍了是吗？两人私会的场景正好被成功的闺蜜撞见，闺蜜八卦和静雯说了追藤宫的人很多，静雯阴沉一笑，那都是谁呀？让他们交换一个联系方式吧，毕竟男大学生都不是人，万一藤宫被带走拍视频怎么办？害虫必须要全部驱除。被遗忘的千秋打来电话，藤宫赶紧推着静雯离开。回到家后，藤宫问他们有没有搞清楚万能画手的发动条件。舅舅刚回日本的时候，不就是能立刻和日本的精灵沟通了吗？舅舅表示，那是因为当时静雯手里拿着一摞充满杀气的政府文件，他要是用不了魔法，就会被抛弃死掉，于是拼了老命。静雯赶紧转移话题，他们还
还是聊聊勇者吧。舅舅继续投屏播放，艾莉西亚拿过队友剑，摆了一个帅气的 pose。没错，他就是传说中的勇者。